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怕鬼的鬼怪小姐。说起环界，大家可能有点陌生，但说起以本书为蓝本改编的恐怖电影《午夜凶铃》，这个风靡亚洲乃至全世界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噩梦阴影的电影，大家肯定都知道。今天我们就要揭开恐怖的面纱，溯本求源，看一看小说中的贞子。环界是一部科幻小说，更多的是悬疑推理，而非勾人性命的鬼怪。主角贞子悲惨的身世遭遇更是令人扼腕叹息。若以午夜凶铃来认识贞子，仅把贞子当作勾人性命的厉鬼，未免太过可惜。阅读过《环界4部曲》加《环猎》《环素》2部后续作品之后，对于贞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喜爱，鬼怪创作了这个视频，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和我一样喜欢上贞子。一切要从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说起。2战之后，日本战败，美国驻军。伊豆大岛是日本的一座岛屿，岛上的人信奉一个叫一小角的古代仙人。美军占领后，出于政策原因，将岛民供奉的一小角的雕像扔入了大海。这一幕被少女山村志金子看在了眼里。志金子对一小角有着深厚的信仰，目睹了美军的作为后，她牢牢记住了那个位置。当晚，划着船捞起了一小角的雕像。没有想到这次的打捞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。那晚之后，志金子常常头痛，一些从未见过的景象在他的脑中展开，而那些景象总是在不久的将来发生。换句话说，志金子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超能力。第2年，志金子离开伊豆大岛去了东京。来到东京后，志金子有一天因头痛而倒地不起，被送到了医院。医生为他介绍了一位大学精神科副教授伊雄平八郎。这位教授发现了志金子的超能力，产生了莫大的兴趣，便以志金子为对象展开了研究，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发亲密。伊雄平八郎已经有了妻室，但即便如此，志金子还是怀了伊雄平八郎的孩子。志金子在伊豆大岛生下来一个女儿，起名为山村贞子。到了1950年，伊雄平八郎超能力的研究见诸报刊，媒体和大众对志金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，灾厄也因此而生。伊雄平八郎无法忍受自己的研究被质疑。1955年，他向媒体挑衅，表示可以在公众场合让志金子展现超能力。志金子只得在万众瞩目下上台，结果他失败了。因为在场的记者为了揭穿真相，内心希望志金子失败，这种意念汇聚在一起，使得志金子无法发挥自己的超能力。志金子崩溃了。媒体们兴奋地宣布，大学教授是骗子，现代科学胜利了。这一年年底，伊平雄八郎罹患肺结核，进入了疗养院。志金子的精神越来越不好，他带着年幼的贞子回到了家乡，最终一个人跃入了三元山的火山口。贞子继承了志金子的超能力，并且她的能力比母亲要更强大，但志金子不愿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，便隐瞒了这件事。志金子自杀后，贞子就留在了故乡，由母亲的堂弟照顾。贞子4年级时预言三元山的火山第2年会爆发，在1957年预言成真，三元山的火山果然爆发，贞子一下子成为了名人，一时间岛上的居民都来找贞子预言。虽然贞子在世人面前显露了一次超能力，但她谨记超能力给父母带来的悲剧，不给任何人预言，并且装出一副没有超能力的样子。就这样，贞子在伊豆大岛念完了高中。贞子是个坚强的女孩，她虽然家庭不幸，但仍心怀理想，梦想着成为一名演员。怀揣着这个梦想，高中一毕业，贞子就和母亲一样，迫不及待地去了东京。她给一直照顾她的亲戚寄了一张明信片，写着她参加了飞翔剧团的入团考试，从此便杳无音讯，岛上的人再也不知道贞子的讯息。即使贞子通过了飞翔剧团的考试，成为了剧团的演员。进入剧团后，贞子因天生丽质，时常遭到前辈们的恶意诽谤和重伤，导演还试图潜规则贞子。因此对贞子而言，调音师远山的出现是难得的温暖，两人便在私下里偷偷交往。此期间，贞子和远山相恋，在音效室里两人毫无保留的亲热。可是远山一心与贞子耳鬓厮磨，完全忘记了他之前正在音效室里洗录音带，录音带把他和贞子亲热的声音全都录了下来。更不幸的是，第2天这卷录像带被另一位团员大久保发现，听着录像带传出的呻吟声，
想到一向冷漠示人的贞子在男人的身下婉转承欢，他对远山万分嫉妒。出于这样的心理，他将那盘录像带公放了出来。全剧团的人都听到了贞子和远山亲热的声音。远山当时不在场，对此毫不知情。但在贞子看来，音效室的主人是远山，录下和播放录音的也一定是他。贞子因此误会了远山，远山也没有机会解释。被最信赖的人背叛，贞子感到了极大的羞辱，心灰意冷之下，兀自离开了飞翔剧团。离开剧团之后，贞子的真实身份才慢慢露出水面。贞子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人，可大家都觉得她阴阳怪气，因为贞子是睾丸性女性化症候群，也就是阴阳人。从外观上看起来是不折不扣的女性身体，有乳房、外阴部、阴道等构造，但是没有子宫，性染色体是 XY 男性型。一次，贞子前去探望弥留之际的父亲，在那里，贞子遭到了一个男人长尾承太郎的强暴。长尾从1962年到1967年，在以熊平八郎所在的那所疗养院，也就是南香根疗养院里担任医生。1966年夏天，长尾行医过程中感染上了天花，成为了日本最后一位天花病人。看到贞子的美貌后，他产生了邪念，于是趁机强暴了贞子。面对长尾的突然袭击，惊恐之下的贞子无法发动超能力，就像她的母亲赤金子因助人的意志超能力失效一样。长尾受刑结束后，发现了贞子的秘密，也就是贞子是世人眼中的阴阳人。惊惧之下，长尾掐死了贞子，并将她扔到了古井之中。长尾是日本最后一位天花病人，在强暴过程中，他把天花病毒传给了贞子，天花病毒和贞子的尸体一同被封在了井中。在尘封的古井之下，一种充满了邪恶、怨毒、前所未有的可怕病毒由此形成，只是无人知晓。30年后，南香根疗养院拆迁，成为了南香根太平洋乐园。不知为何，一卷录像带在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录下了奇怪的内容、诡异的声音。然后某一天，有4名高中生结伴来到了别墅小木屋旅游，一同观看了那卷录像带。灾祸便因此而始，也就是被改编的《午夜凶铃》中的录像带怨念杀人的故事。贞子遭受了太多不公平的待遇，年幼时目睹了父母的悲剧，公众与媒体一开始对义雄夫妇的研究报以惊叹，后又转而大肆攻击，将他们一家逼入绝境，这在贞子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因命运的连番捉弄，她失去能够作为女人的幸福，失去了初恋的美好，惨遭天花病人凌辱，就连口口声声说爱她的男人都不愿真正去了解她，她对这个世界已然绝望。想一想，贞子19年的人生中都经历了什么？这位可怜的小姑娘，从出生目睹父母离世，再被天花病人奸杀，再扔到井里，仅仅才度过了19年的人生。所以鬼怪认为，那卷录像带就是贞子怨念的产物，仅仅是爱一个人却被人拿出来羞辱，任谁都是接受不了的。其实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缘由的，包括悲剧。正如咒怨杀人的伽椰子和贞子是同病相怜，一切的怨念都是有源头的。如果我们在源头就注入了温暖、善良、理解、包容、关爱，那么又怎么会有怨念的产生？我是鬼怪小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